铁道兵团，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的前身，为新中国的建设默默奉献，虽未拿一枪一炮，但依旧是战争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近年来，中国海军、空军的快速发展获得了大家的广泛关注。中国海军的航空母舰055驱逐舰，空军的歼16、歼20等一系列军舰战机的先进程度都已经处在世界前列。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让更多的人们开始关注中国的军事发展。但中国还有一个特殊的兵种，虽然没有强大的军舰、战机或者坦克，但依旧为新中国的发展贡献出了巨大的力量，默默无闻的历史的战争中发挥出重要的作用，那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解放战争时期，抗日战争胜利后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等部，在1945年10月31号组成了东北人民自治军。为了保护当时的东北境内铁路运输的安全，东北人民自治军在1948年分出了一部分兵力，组成了东北人民自治军护路军，然后经过不断的扩充，补入了部分二线部队和铁路技术干部、技术工人，最后形成了一个整体全面的新军队，也就是我们在战争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中国经常提到的东野铁道纵队。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最早的源头。当时的东野铁道纵队的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保护完整无损的铁路，抢修遭到破坏的铁路，抢炮、粮食等军需物资必须通过铁路快速送到前线部队的手里。这是因为铁路在战争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是所有资源传输的大动脉。虽然铁道兵的任务只有一个，但是却承担着巨大的责任，承担着战争前线作战人员的生命补给。在东野铁道纵队成立的头几年，其实并没有做出多大的贡献，因为当时中国的工业化、机械化水平都不高。东野铁道纵队又大多在农村活动，铁路没有发挥出重要的作用。但在中国解放战争3大战役之一的辽沈战役中，东野铁道纵队发挥出重要的作用，成为了作战部队里的重中之重。1948年，东北解放军发动攻击，联合辽宁昌黎、滦县、新城、绥中、义县，国民党军队也只能被分割在锦州、锦西、山海关地区。这一阶段，锦州地区的战争就成为了胜负的关键。东北解放军的计划是首先攻克锦州，绝对不给华北地区增加任何压力。但锦州一仗并不好打，10几万规模的国民党军队都在此处，一旦开战就绝对是一场艰苦持久的攻坚战。这种作战模式下，炮兵、坦克以及弹道就显得尤为重要，而要运输这些军需作战资源，就必须依赖于铁路。对于锦州一战，东北解放军犹豫了很久。首先，这是一场攻坚战；其次，解放军的东野铁道纵队才成立没多久。对于铁道纵队能不能在这样一场大规模战役中完成既定任务，还不好下结论。这并不是不信任，而是之前东北解放军从未依靠过铁路运输部队来作战，这是第一次，也是不能失败的一次。但锦州一仗非打不可，在犹豫再三后，东北解放军终于下定决心攻打锦州。同时，铁道纵队负责全场战役的保护，抢修铁路任务，保证战役物资的运输。后来的结果我们都清楚，东北解放军赢下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攻坚战。而铁道纵队也用事实证明了铁道纵队是一支英雄部队。东野铁道纵队花了2个月不到的时间，抢修了新立屯到义县的34公里铁路、13座桥梁，以及其他的锦州外围铁路路线，超额完成了任务。良好的运输环境为锦州一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数十万大军和军用物资经过铁路运输，源源不断地运到锦州城外。辽沈战役大获全胜，东北解放军出关解放了平津地区。可以说，铁道纵队虽然没有一枪一炮，没有在前线参与作战，但在解放战争中却默默无闻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奠定了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时期，铁道纵队的战斗口号就是野战军打到哪里，就把铁路修到哪里。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铁道纵队先后抢修了东北、华北、华东、中南和西北地区的15条铁路干线，铺路1600余公里，修复桥涵970余座。不仅如此，铁道纵队还修复了大量的铁路设施，从而确保了重要地段铁路的运输通畅和安全。1949年，新中国成立，东野铁道纵队的任务目标发生了改变。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铁道纵队又投入到了支援国家经济建设的行列中。
担负起主要铁路干线和桥梁的重点复旧工作。但国际形势并没有给中国喘息的机会。解放战争刚结束不久，新中国刚刚成立，就迎来了一场大规模战役——朝鲜战争。东野铁道纵队就像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刚刚投入到中国经济建设的铁道纵队，转头又开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东野铁道纵队也重新更名，成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团。在朝鲜战争初期，铁道兵团的主要任务就是执行道路抢修。在1年的时间内，铁路兵团先后抢修了900多公里长的铁路。但朝鲜战争的战况比解放战争更加严峻。刚刚成立的新中国面对的是当时世界上综合国力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不断地对重要路线铁路进行战斗机轰炸，花费大量时间人力维修好了一条铁路，在美军战斗机几秒钟的轰炸之下就彻底瘫痪，局势不容乐观。我们不将历史描述的太过宏大，作为主要任务是保护、抢修铁路的铁道兵团来说，当时是绝望的。光是人力如何抵得过一架架战斗机的轰炸和摧毁？技术干部和工人们在日复一日的修复中已经精疲力竭，再加上美军战机轻松地将铁路毁于一旦，铁路兵承受着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折磨。但没有办法，美战斗机炸完，铁道兵团修；美国战斗机再炸，铁道兵团再修，就这样开启了一场持续的反轰炸斗争。在不断的重复的修复下，事情逐渐发生了转机。铁道兵团铁路修复越来越快，白天修，晚上修，不顾炮弹轰炸的修，最后基本上做到了随炸随修，随修随通，这简直是不可思议。中国铁道兵团修复铁路的速度也让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军感到惊讶。联合军立即更改了作战计划，改为实施长达10个月的空中封锁交通线战役，目的就是为了彻底切断中朝军队的后方供应，让铁道兵团修无可修。现在看来，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如此密集的火力攻击下，中国铁道兵团就真的与联合军开始了反绞杀斗争，并且最终终结了联合军的空中封锁目的。在铁道兵团的不惜生命的修复下，建成了一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创造了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在朝鲜战争结束后，铁道兵团再次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当中。中国中央军委也将铁道兵团在此改编，成为了如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在和平年代虽然没有战争，但铁道兵永远在完成着自己的任务。在中国踏入21世纪基础设施建设开始发力后，中国乃至世界各地都有着铁道兵的身影，在恶劣的环境下不畏艰险地为中国的建设添砖加瓦。铁道兵是和平年代牺牲最多的兵种，平均每修建1公里铁路就会有1名铁道兵战士牺牲。